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我的崇拜。我可不是崇拜，我是觉得裴大人至多近妖，令人不安呢。这就不安了。裴大人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说来听听。那可多了。上官大人，你们几个可以走了，换班了。可是苏大人让我们必须守在这里。他这是什么话？我们每日都正常换班，你们不想休息吗？啊，多谢上官大人体恤。走。殿下，起床啦！这床也不是非得起。怎么回事？百密一疏，我忘了交代他今日几点叫我起床。殿下，殿下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殿下，哎呀，殿下恕罪啊！我不想进来，但是我们家公子不见了，可能离家出走了，赶紧去找找。你叫什么叫？我不在这儿了吗？谁呀？谁呀？怎么会有个男人说话呢？你家公子裴文轩。打扰你们休息了。真的是，我替你背了一锅，你可得记我一锅。好，我敬你一锅。好了，再睡会儿。你还睡得着啊？我困死了，再睡会儿，再睡会儿。司主，裴大人，裴大人，驸马奉陛下之命，接管汤墨军饷一案。平日你们如何配合本宫的，现下便要如何配合驸马。是司主，是裴大人。话说，你们长安市，这苏荣华没拦着你们吗？苏家不会乱来的，哪怕他是苏文华。其实微臣一直不明白，殿下为何对苏家有如此的信心。你知道我第一次见苏荣清是什么时候吗？你看，我的竹蜻蜓可以飞。我长大也要有翅膀，飞到大夏最美的地方。陛下，苏大人到了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臣苏敏之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莫要北伐。小民苏荣清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只战于民，休养生息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过来，带两个孩子先到外面去玩，朕有话要同苏爱卿讲。是陛下。去吧。你为什么要来找我父皇？因为陛下要北伐，我得阻止。可父皇说北伐是要打坏人的，你为什么要阻止？如今边关失地已收，再打便是侵伐他国，打赢了便是君王的功绩。
可是君王的功绩是要用百姓的血来书写的。眼下南方大旱3年，百姓朝不保夕。比起北伐外敌，我更希望推行惠民之策，先让百姓填饱肚子。可你不怕，父皇若不高兴会砸板子的，甚至还会杀人。死有何惧？苏家之人为百姓生，为社稷死。其实，但坏的可能不是他们，而是人心。这样的一个家族，纵然也难免有龌龊之人，但我还是心怀尊敬吧。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底线，只要我不越过去，便无妨。佟大哥，哎呀，进来了，你吓死我了都！我想不明白。你说咱殿下和驸马，刚成婚那会儿吧，哎呦，那恩爱秀的哎，那结果俩人分床睡觉。那现在我看不明白了。这应该是他们的战术啊。两人越不方便见面，那才会越发的思念。那我们就装不知道？必须继续装不知道啊！啊！陛下，平越公主买凶杀人，恳请陛下为老臣做主。你可有证据？天可怜见，幸得陛下福泽，得以生擒杀手，铁证如山。宣平越进宫。是，陛下。驸马那边一切顺利。顺利。那你送些糕点过去。好。哎，告诉他切勿太过劳累，去吧。殿下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令妃白失手被擒了。可惜了。殿下，此事你还得早做打算。谢兰卿必定以此大做文章。你去把他们之前刺杀我的证据都准备好。殿下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让令妃白去刺杀谢兰卿呢？谢兰卿乃刑部尚书，哪有这么好刺杀？如今令妃白被生擒，如果他把殿下供出来，你身上本就有一堆事，我怕连陛下都保不住你。你用知道他据点所在地威胁他，可是令妃白又不是傻子，他真能受这个威胁吗？是他把我当傻子，同谢兰卿一起算计着我。刺杀一事有诸多可能性，以谢兰卿那样老狐狸的性格，不可能不做失败后的方案。你既然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让他去刺杀谢兰卿？我呢，只有2种选择。我若是信他的话，我就中了他们的圈套；可我若不信，我就套不到谢兰卿这头老狼。我让令妃白去刺杀谢兰卿，那么谢兰卿必然在朝堂之上告我，这样的话，他就把自己从阴暗处暴露出来，那我也就有机会咬死他。那殿下的獠牙氏，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儿臣拜见父皇。免了。谢大人说，你派这个杀手杀他，你可知罪？父皇，儿臣想先问他几个问题。准。你说我指使你去刺杀谢大人，那我想请问，我是如何找到你的，又是如何指使你的呢？草明乃一名江湖杀手。半月前，公主殿下拿着一幅画找到草明，要草明去杀一位权倾朝野之人。
殿下虽然戴着面纱，草民未能看清其脸，但记住了殿下的声音。耳力真不错。然后呢？然后草民按照雇主要求，来到蝴蝶峡刺杀画上之人，而后便被人埋伏，接着被捕入狱，进了督察司。到了督察司后，草民面见公主，公主一出声，草民便知，这位就是之前让我刺杀谢大人的雇主。这时我才知，这是公主自编自演的戏码。公主知我才能，便让我直接去杀了谢大人，否则就要以刺杀公主的罪名斩了草民。故事虚构的不错，看来早有准备。他说的可属实？儿臣想先请父皇和诸位大人看一看，此人和谢大人的眉眼间是否有些相似呢？仔细看下来，的确有几分相似。什么意思？启禀父皇，事情是这样的：半月前，儿臣先是收到了一个用朱砂写着“停”字的恐吓风筝，然后当天傍晚，便有人去刺杀驸马。启禀陛下，微臣奉殿下之令彻查此物，发现这上面所用的朱砂出自京中一家专供贵族的笔墨店惠明轩。微臣查看了惠明轩这半年来的账目，其中就有谢家。当然，光凭这一点肯定无法证明谢大人与此案有关联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：敌在暗，我在明，防不胜防，所以儿臣便决定引蛇出洞，故意和驸马一起出游，并将此消息公布出去，然后在蝴蝶峡设伏，以自己为饵，活捉了一众杀手，其中就包括此人。经调查，此人善用七星镖，乃江湖上第一杀手组织七星堂的副堂主。儿臣在查他的过程中，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东西。你要做什么？怕什么？你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令妃白的存在为谢兰青所知，足足晚了1年。也就是说，令妃白的真实年龄不是20岁，而是21岁。令霞隐瞒了自己产子的具体时间，谢兰青知道已经是1年之后了，于是她从未想过那个会是她的孩子。令霞在青曲山上，自己过了一辈子。令霞在青曲山，自己过了一辈子，到死都还想着让人去找你，你却不愿意去。殿下，我确信你也回来了，对吗？谢大人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本宫便回了。他恨我吗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不过有一事，我也很好奇。你爱他吗？不敢言说。情爱于你们，喷也凉薄。就是可怜了丽霞，漂泊孤苦一辈子，栽在你这种人手里。我是希望他一辈子能过得好。年少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自己豁出去命会护得2个人安稳，可后来才发现，家族之下哪有资格谈爱？我若娶她，我谢家100年清贵便要成为他人的笑谈。
谢家容不下我和他，我可以死，可他呢？本是天上人，何以落凡间？纵然令霞是个令人敬重的女侠客，可面对感情的时候，也是个痴情的傻女人。本是天上人，何以落凡间？我让他走，我是想让他好好的活着。我不去见他，使我知既无结果，又何惹伤心？我并非不爱他，只是没有资格，更不敢言爱。那还不是因为您的身份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，竟看得如此透彻，可我却用了一辈子。我要维护谢家，维护这个高贵的姓氏，维护这个高贵的血统。你李氏本为天皇贵胄，可你却嫁给了一个韩族。韩族也就罢了，你却听信于他这庶子的摆布，割裂世家和太子。我想问殿下一句：今日殿下所作所为，所求为何？为了让柔妃那个卑贱之人的子嗣登上高位吗？殿下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让谢大人这样的人，不再问出一句“为什么”。他所求的世间，并非是家族最为重要，而是让世人都活得幸福，生而有希望。今日可能不能有，100年间、1000年间可能都不会有，但是殿下依旧希望，有朝一日，不会再有谢大人这样的人，再问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也不会再有谢大人这样的人指责殿下，天皇贵胄，下嫁韩族。谢大人要问的，裴文轩已经解释清楚了。你这一路可以安心的走了。苏侍郎，若没有别的事，我们先走了。殿下，请。说来，谢大人这一辈子最大的错误，就算情到深处不能自已，也不该放纵。苏侍郎也是一样吗？在苏侍郎的世界里，为了家族，难道连心上人都杀的？好端端的说这些晦气话干什么？我就随口一问，苏侍郎又不会介意。我介意，还望裴大人不要拿我的心上人开玩笑。苏侍郎这是有心上人了？有或没有，都不是裴大人该拿来开玩笑的。是裴某失言了。不过，苏侍郎好像到如今为止，还没有叫过我驸马吧？
如今这驸马的品级，可比御史台监察御史的品级要高。苏侍郎出身名门，应该守规矩的很。往后这种口误，还是不要再犯了。走吧，殿下。殿下。新春将至，微臣提前祝殿下新春快乐，万事胜意。那也祝苏大人新春快乐，前程似锦。谢殿下。无法往前一步，成全之所以。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他有点熟悉。你是指？我觉得如今的他，更像是从前的那个人。希望是我想多了吧。走吧。刚刚刑部的对话，已可确信殿下是回来了。怪不得他在春宴上那么对我，那殿下一定记得我们在公主府的那段岁月。可上一次殿下与驸马的结局那么惨，他这一次为什么又和裴文轩在一起呢？裴文轩有没有回来呢？这一次，我既要守护住苏家，也要守护住殿下。殿下，等着我。这一年，我18岁，我还没有成亲，而你和父皇都还没有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莫非老天爷都觉得过去的我活得太过憋屈？你不过跟你母后一样，想利用上官家族来控制皇室。有一日若我登基，你也会像世家逼父皇一样逼我吗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青梅竹马。不知道荣清现在怎么样了？裴文轩这个狗东西，当初瞎眼选了你，不料竟招来杀身之祸。这一次，你给我等着！殿下，我们该出发了，可不能让陛下等着了。你可知，父皇宣我用膳，所为何事？陛下要跟您选驸马喽。竟又赶上这鸿门宴，好巧不巧，竟是回到了这一天。上苍既然重新给了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绝不能再重蹈覆辙了。裴文轩，最好没有你。更衣。
公主殿下。裴文轩，不管咱们因为什么在一起，既成了夫妻，我还是想同你好好过一辈子的。臣不胜荣幸，定当结草衔环以报。既如此，那日后相处，第一件事情便是坦诚。当初说的再好，也不过跟着宫里的人一样，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权势与利益。10余年未见父皇，原来我在18岁时，他便已经这么老了吗？父皇，若一切重来，我们可否只是寻常百姓家的妇女？你站在门口做什么？儿臣给父皇请安。免了，过来同朕一起用膳吧。父皇，这是儿臣给您带的长乐宫您最爱吃的栗子糕，您尝尝。福公公，这与礼不合。闭嘴！这可是殿下带来的点心。啊。殿下恕罪，新来的不懂规矩。快去。好吃，父皇尝尝。好，我尝尝。终日有心了。父皇今日怎么有兴致叫儿臣过来用膳呀？不来。来人，殿下请看。第一位，宁国侯卢廷威之子，御赐世袭公侯世子卢宇。第二位，护国征西大元帅杨业次子，御赐1等少将军杨权。第三位，新晋才子崔玉郎，竟跟此前一模一样。第四位，前礼部侍郎裴礼之之子，永宁22年推举首选裴文轩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终究躲不掉。父皇，近日朝中都在说你的婚事，朕想着你也到了出嫁的年纪，便叫你过来看看，这4位公子有没有合心意的？怎么，一个中意的都没有？这可是朕精心为你挑选的，你随便选一个有眼缘的，其他的事情朕会帮你安排妥当。一切如旧，我不过是父皇平衡世家的一颗棋子。儿臣倒不是觉得没有中意的，儿臣就是觉得他们长得都好看，儿臣都想要。胡闹！
都退下。殿下告退。若真如你所说，那日后那些大臣们的折子，都能把朕给埋了。父皇，儿臣就是开个玩笑嘛。那您说成婚最重要的，是不是人品，不是长相啊？那儿臣光看肯定看不出来什么。不如这样吧，你让儿臣装扮成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，把这些人叫出来见一见，聊一聊，提前培养一下感情。最好啊是能带儿臣出宫游玩一下。儿臣听说玲珑阁的烤鸭最好吃了，护阁寺的桃花也好了好了，你到底是要去见夫婿呀，还是想出宫去玩啊？父皇，父皇，您就答应儿臣吧，父皇，父皇，父皇。而且马上要办春宴了吗？那就借着办春宴见一见喽。把这4位公子都请过来，你跟他们见见面，说说话。怎么？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儿臣觉得，如果单叫他们4个人，未免太过明显了，不如再多叫些世家子弟过来。这人好不好都是相比较出来的嘛。那么多公子站在一起，谁好谁坏，儿臣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父皇以为呢？他是个主意。哼，就你鬼主意多。多谢父皇。公子，好事啊！天大的好事啊！童烨，你的脸怎会如此年轻？我这脸还年轻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是不是被秦小姐退婚这事气到了？啊？可不能往心里去啊！这是她退婚，是她的损失。你等等，今日是何年月？永宁24年3月初1啊。公子，记住今天，今天可是个天大的好日子。什么好日子？我长话短说啊。最近咱不是诸事不顺吗？啊，秦小姐退婚咱不说，佟大娘天天堵着门催债呀。二叔啊，把着咱家银子，他就一个。这不是我最穷的时候吗？还好日子。你说，如果行了，你不是说长话短说吗？哦，好，我得想办法帮您转运呢。我就去给祖上上了香。说重点。重点来了啊！我刚许了愿，给您求个好姻缘，这老爷就显灵了。您知道吗？啊，平越公主让她的侍女给您送来了春宴的请帖，要您去参加呢。平越公主。啊，李荣啊，可不能指挥公主名讳啊！被他们听到传出去是要杀头的。哎呀！人家在书房等咱半天了，咱这么想啊，这秦家退婚也有原因呢。你说自从老爷子去世以后，二叔就压着你，要钱钱不给，要权权不给。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些事儿啊，估计就是那些坏胚子给使的坏。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这事儿从今往后不许再提了。好，但你不许伤心了啊。是报应吗？我又回到了最穷困潦倒的时候。秦家小姐退婚，不久之后便是平越公主纳婿。裴公子，这是平越公主让我交给你的春宴请柬。她收到请帖的时候，有没有很惊喜、很意外？啊？她有没有吃惊地问你？啊，哎呀，我这只是一个8品小官，平越公主怎么会送我请帖呢？她是不是高兴疯了？当时的情形是……静兰姑娘，我就是想
再确认一下，您这个请柬是要给我们家公子的吧？啊，我们家公子刚刚晋升8品，请柬没送错，定是公主殿下送给我的。裴某不才，好在皮相尚可。皮相尚可。好一个皮相尚可。那我就让你红颜薄命。这是一个从头再来的梦，一切又重新开始了。